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已经进入天幕半个月，却依旧没有任何要出来的迹象。古元感觉到天幕已经关闭，空间通道也被完全堵死。他试着想要开启通道，但却被一股力量反弹了回来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天幕拥有了主人一般。薰儿俏脸苍白，他对天幕有没有主不感兴趣，但现在萧炎还在里面，空间通道打不开的话，他该如何出来？以古元的实力，就算天幕有主，也无法彻底阻拦他进入。古元手印一变，一道千丈庞大的能量巨手轰向天幕所在的那片空间。就在这一掌即将落下时，一道灵魂波动自空间中扩散，硬生生地将古元这一掌震散。古族三仙脸色一变，大声喊着布阵。大阵布好后，古道大声问：不知阁下是何方高人？还说他们只是接人离开，并没有其他任何打算。一道身影在古族众多强者紧张的目光中缓缓走出空间通道。接人的话，这阵仗未免太大了吧？看到走出来的人是萧炎，古道微微松了口气，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，先前和古元交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萧炎。听到萧炎承认那个人就是自己，即便是古元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半个月的时间而已，萧炎的灵魂竟然就突破到了地境。严禁舔了舔嘴，忍不住问萧炎是怎么办到的。萧炎并没有说得太过详细，只说了是先祖萧玄送他的一场造化。严禁和雷银一脸苦笑着摇头，萧玄不愧是曾经斗气大陆上的最强者，即便死了这么多年，还能拥有如此恐怖的能力。此刻他们俩心里对萧玄的佩服之意浓郁到了极致。古元冷静下来，问萧炎可得到了复活萧玄的办法。萧炎沉默着摇摇头，轻声说先祖的残魂已经消散在了天幕中。古元神情复杂，他和萧玄在充斥着竞争的同时，也有着男人间的友情。只可惜他们两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们不能随心所欲。明天便是魂族所说的半月期限。古元问萧炎打算怎么办。萧炎摇摇头，为了父亲，他别无选择。古元并不意外萧炎的回答，他也早已做好了准备。明天他们三族的强者会跟着萧炎，只要萧战安全到萧炎手中，他们就会动手。到时不论如何也要夺回古玉，或者将其毁掉。萧炎点点头，有他们三族跟着，他和魂族交涉的底气也会更足一些。古元已经替萧炎联系好了天府联盟，如今天府联盟有丹塔老祖萧晨以及踏入地境灵魂的萧炎，实力上并不会逊色炎雷两族多少。明日他们四方人马齐聚藏天山脉，倒也不惧魂族。萧炎进入天幕期间，古元亲自出手将炎雷谷三族的空间通道链接。这个空间屏障，即便是魂天帝也无法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破坏。深夜，萧炎手中握着驼舍古地狱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这片大陆上无数人仰望的巅峰强者。但他依旧忘不了自己受尽嘲讽的3年中，父亲萧战对他的支持和宠爱。薰儿柔软的娇躯轻轻依偎在萧炎后背上，安慰他说：萧叔叔若是知道他现在的成就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萧炎转过身，将薰儿揽进怀中。他小时候就跟父亲萧战说过，要把薰儿变成他的媳妇。那时候萧战很严厉地警告他不要痴心妄想。但萧炎能看出萧战对薰儿很是满意和喜欢，等这次将他救出来，萧炎就让他给他们两人主持婚礼。薰儿靠在萧炎胸前，脸颊有些娇羞的轻轻点头。萧炎心头微热，低头吻住薰儿娇艳欲滴的红唇。房门砰的一声紧紧闭上。第二天，萧炎和薰儿来到古族前山，古元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身上扫过，看来你们是存心打算尽快让我当外公啊。薰儿脸颊瞬间爆红，萧炎也没想到素来威压十足的古元居然会说出这种调笑的话。他干咳了一声，目光一扫，问古元：难道古族打算倾巢而出？古元叹了一口气，倾巢而出倒不至于，但面对神秘莫测的魂族，他们必须要施展出真正的力量。古族中古元的实力最强，在他下面便是达到了8星斗圣初期的黑眼王古烈，古烈之下便是处于7星斗圣的古族三仙，在他们之后便是众多的古族长老。萧炎只是粗略一扫，就发现了不下5位实力达到4星和5星的斗圣强者。
萧炎收回目光时，突然传来阵阵破风声，一大片黑影出现在这片天空上。严静笑着和古元、萧炎两人寒暄，萧炎的目光停在他的身后，那里有着一位身着红色裙袍的妖娆美妇。这位美妇是严禁之外炎族的最强者，实力和古道三仙相仿。美妇察觉到萧炎的目光，她眼眸一抬，脸颊浮现一抹动人的笑容，一种隐隐间让人精神恍惚的感觉传出。萧炎笑着摇摇头，在他面前施展诱魂术，倒是太过班门弄斧，一股无形的威压扩散，那股奇异的波动瞬间崩溃。一旁的严禁连忙笑着和萧炎说，这是他炎族的火灵长老。火灵撇撇嘴，说自己是火灵仙子，不是火灵长老。他笑盈盈地看着萧炎，夸赞萧炎小小年纪居然就达到了地境灵魂。萧族当年出了个萧玄，现在又出了个萧炎，当真是天眷萧族。古元发表了一下讲话，他让今日出行的人切不可心存轻敌侥幸之意。而后他袖袍一挥，面前的空间撕裂开一个巨大的通道。藏天山脉坐落在中州西北地域，这里也是当年魂族和萧族开战的地点。在山脉深处有着一处古战场，那里范围极为辽阔，平日里魔兽众多，颇有些人迹罕至的味道。但今日的古战场中，往日横行霸道的诸多魔兽消失得干干净净。突然大片破风声响起，古元脚掌轻轻落地，他的眼中有些复杂。当年魂族和萧族的大战便是从这里开始，没想到数千年后，他们和魂族之间的战斗也是从这里开始。三族中不少强者迅速将山脉搜寻了一遍，以防魂族率先在这里布下埋伏。萧炎突然抬头看向北方的天际，不多时，黑压压的人影出现。看到那丝毫不逊色于三族出动的人，严禁和雷影眼中闪过一抹诧异。论起精锐人员，天府联盟还有些逊色于他们两族，但他们来的强者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怕的地步。领先的药老身后不仅有着彩铃、小医仙以及萧晨等人，还有丹塔老祖和神农老人。大部队汇合后，萧晨瞥了三族人一眼，径直走向萧炎。在萧炎和萧晨说话间，一阵香风迎面而来。看到彩铃有些冷脸的模样，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干笑了一声。需要轻声和彩铃打招呼，还问潇潇最近还好吧。彩铃露出一抹微笑，轻声说，潇潇还好，就是每天都担心念叨着某个不回家的人。萧炎无奈摇头，看来彩铃对他消失这么久，心头很是不满。彩铃心中虽然有些恼，萧炎受了伤都不回去，但毕竟还是理智占了上风。他轻声问萧炎伤好了没有。萧炎笑着说已经痊愈了。而后他目光一扫，天府联盟的强者倾巢而出，难道不怕被人掀了底？听到彩铃说药老说这次对他很重要后，萧炎心头一暖。等到太阳达到顶点时，盘坐在巨石上的萧炎和古元几乎同时睁开了双眼。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